只是会制造幻想的低级恶魔，在普通人眼里是美丽的少女，但这洞穴充满诡异的气息，不是这种等级的恶魔能散发的。怎么了？好像阿斯莫德的香味。糟了，怎么回事？水下好像有东西在动。我看中的猎物要被偷走了。要干什么？心脏又开始了，这是遇到危机时的警告。那个海妖只是他的诱饵，这里有更高级的怪物。怎么回事？跟着我原路返回。洞口合上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太没味了！你身上怎么会有阿斯莫德的味道？我不想死，我的孩子还在等我。我们在恶魔肚子里。你太吵了！小心！女巫的话应验了，大卫。可恶，根本清不干净。手还没有恢复，完全使不上力。美味的心脏要挖出来，慢慢享受。这都是幻觉。想反抗吗？新鲜的血液让我更加兴奋。该享用我的晚餐。闯入者，黑泽尔，不可饶恕！你要和我抢吗？这是我先看中的猎物。再生了，这怪物还不死。在水下撑不了多久，必须速战速决，找到他的心脏，杀死他。心脏是恶魔最脆弱的地方，必定受着层层保护，需要有人引开他的注意力。你跑不了的。他的心脏可能在眼睛和触手最密集的地方。吃了你！现在还不是逃下的时候。这家伙不要命一样的冲过去了。当你的灵性随风飘荡的时候，你孤零而失神的对别人，也就是对自己犯了过错。为这所犯的过错，你必须去叩那受缚者之门，要被怠慢的等待片刻。你是在找死吗？还是只会自杀式攻击？这么想死，就该把你关起来折磨到死。谁会开船？给我返航！敢动手动脚，就剁了丢去海里喂鱼。还有，拿一下止血的药来。项链断了，用这种方法摆脱幻觉，还真是他会做的事。随时可能会死掉啊！这时候知道疼了，刚才还摆出一副不要命的架势。浪费时间，要是能直接吃掉就好了。哇，这里！
队长很担心两位呢，让我一定要早点来。还是先把这块牌子收起来吧。副队的情况严重吗？大部分是皮外伤，目前还在发烧，已经提前联系了医疗部上门检查，我们尽快回去。这是什么？糖衣杏仁。什么手感？盖布里埃尔，别和你的食物那么亲近，一醒来就在工作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在工作中死去正合我意，就算这次逃过一劫，我的心脏以后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。另外，它现在还是我的。干什么？去洗澡。伤口不能碰水。你以为你受伤昏迷的时候，衣服和包扎是谁做的？现在害羞，是不是晚了点儿？谁害羞了？那接下来就别乱动。为什么？就算作为获取心脏的报酬了。可以了，我自己来。您好，我是6队医疗师尤娜，副队他情况如何？醒了，看起来活蹦乱跳的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加兰大人，你快变成我们医疗部的常客了。嘘，他睡着了。身体还是太虚弱了，看起来样子不太好呢，还是做个全身检查吧。他身上的印记不用了，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了。哎，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，感觉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，不会被灭口吧？要亲自上药什么的。江兰，江兰，爸爸，都是爸爸的错。自从妈妈不在了以后，爸爸忽略了你，没有发现你过早的觉醒了越界沟通的能力，让阿斯莫德侵占了你的心脏。在恶魔即将苏醒的时刻，心脏的能力是最强的，会有无数恶魔想要吞噬你的心脏。爸爸没办法救你。对于这个世界而言，阿斯莫德寄生成功或者被其他恶魔吞噬，两者都是糟糕的结果。记住我的话，为了阻止上古恶魔再次降生于世，20年后的今天，也就是阿斯莫德即将苏醒的时候，杀死自己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头好晕，这身体越来越没用了。我的糖衣杏仁，宠物和主人一个德行。不过屋子里没人，这么晚，他去哪里了？副队让我来查个资料。好的。那不是旧案区吗？是这个街道送信的小鬼。睡着了。这家伙就不能老实的待在床上吗？阿斯莫德目前还在沉睡，在察觉到危险靠近的时候，会释放气息，迷惑附近的捕猎者。这是阿斯莫德自我保护机制。尝过一次，就无法忘却的美味，无法抗拒。干什么？
别……黑子儿，你疯了！放手！我杀了你！该死！我刚才，我怎么能被这种气息迷惑到这个程度？没声音了，不会死了吧？还活着。更严重了，按理说体温应该降下来才对，现在反而……您是怎么回事？只是小问题，吃点药就可以解决。可是……尤娜，感谢你凌晨跑一趟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记得让副队按时吃药。我明白。抱歉，刚刚是我失控了。如果你说什么是阿斯莫德的原因，建议你和我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，离我越远越好。公爵大人，也许这样我的伤口会好得快些。说起事情的源头，如果你不靠过来，接下来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够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我会尽快修复好项链的，用来掩盖你身上的气息。这个月第11起了，伤口呈撕裂状，像是受了外力撕扯造成的，双眼被挖走。年龄呢？死者最小的只有5、6岁，最大的不过8岁而已。都是凌晨被人发现死在泽诺比亚街附近。我们已经找了受害人家属谈话，其中最大的共同点，受害人的瞳孔都是蓝绿色。给我地址，我要去案发地一趟。您不是还生病？差不多好了。请带上我。不行，你今天可以收工了，我可不想看到霍克的臭脸。副队，最近怎么都看不到黑泽尔先生了？那天之后，那个人就没有出现过。他是这么轻易就善罢甘休的人吗？我的怀表还在他手里，那是我唯一一件死后想带进坟墓的东西。好像不该问这个问题。泽诺比亚区就算是白天也没什么人。看来大家都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事，不敢出来了。我记得汉德就住在这附近，我们去问问他情况，让他最近别出门。好主意。自从那孩子被收养，我最近1周都没怎么见过他了。汉德，你在家吗？我们来看你了。加兰哥哥，还有尼尔，直接称呼我名字啊？你和我也差不多大嘛。加兰哥哥，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，谢谢你的花和卡片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要去泽诺比亚街送信呢。汉德，泽诺比亚街区最近很危险，你要注意啊。没错，这几天很危险，你还是别在外面走动。没关系，我对那边很熟，而且巴贝特女士也很照顾我。等把这几天的报纸送完，我就可以去学校上课了。我们可以见见巴贝特女士吗？她不在家，晚上才回来。你们要进屋陪我玩一会儿吗？我们就不多打扰了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好的。下次趁大人在家再来拜访一次吧。怎么了，副队？没什么。那人还没有把他的宠物带走。今天看到的黑影到底是我生病演化，还是……总是有些不安。还是去看看。谁？黑泽尔。好久不见，看来拿剑指人是你最喜欢的打招呼方式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只能说碰巧，我就在这附近，也听说了这片街区的事情。我想
不安分的某人，也许会在夜晚来到这里。别跟着我，很奇怪，他的状态很奇怪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周围杀戮的气息。难道他又出去进行他所谓的狩猎了吗？不管了，先办正事。这么晚就别在街边乱晃了，早点回家找妈妈去，年轻人。你们难道没有听说最近发生的事儿吗？再往前走就是203公寓了。别告诉我你们是故意去那边探险的啊！203公寓怎么了？那是个凶宅，也许是200年前，或者是100年前，管他呢。在那里发生过凶案。现在凶宅的主人是一个怪女人，白天都看不到人影，只有晚上会裹着披风出来，从没有人见过她的脸。夜晚房子就会隐约传出小孩子的声音，还有弹珠声，可白天又不见小孩的影子。被低廉房租吸引而搬过去的人们，住一小段时间就会害怕的搬走。我就是其中之一，流落街头还能睡得更安稳些。最近这片街区接连有诡异惨死的小孩，大家都说和这位古怪的女士脱不了干系。汉德不是住在那里吗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没人。你这门根本就没锁，你不是担心吗？不进来看看？汉德，汉德是谁？你是来找人的呀？没人。这地方怎么挤了这么多小鬼？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被困住了？不说算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一些小鬼，有人把他们藏起来或者困住了，并没有攻击性。这阁楼完全没有人使用过的痕迹。画像，看起来有一定年代了。这么晚了，汉德会去哪里？这阁楼给我的感觉十分不好。这是古老的毛线袜，看起来像画像里的那个女人给她肚子里的孩子织的，不过并没有织完。出什么意外了吗？看来要问问这屋子里的东西。那是我的手，不要踩到哦！不要再玩我的头啦！喂，萨莉，巴贝特女士说过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假装看不到也听不到就好了。萨莉，这不是早上的受害者之一吗？还有其他人，都是这几天受害的孩子，还有一些不认识的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他和我们说话啦！嘘，假装听不到就好了。谁和我说话就有糖吃。我来告诉你。我想吃。你想知道什么呀，先生？你们怎么来到这儿的？是巴贝特女士，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巴贝特女士带我们来到了这里。巴贝特女士，她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她现在去找汉德。汉德？他去哪儿了？越界沟通，还用这种费力的招数，只不过是为了找个人而已。汉德去送信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你那天晚上……闭嘴！果然还在发烧就出门了，这家伙。找人要紧。不知不觉送信送得太晚了，他们好像说有片街区很危险，要绕路走。是哪里来着？赶快回家才行。汉德！逃跑了。黑泽尔，你来抱着他。我。
亲爱的，当我辞别人时，请别为我悲歌哀泣。坟头无需玫瑰的芬芳，也无需柏树的茂密，就用青青之草将把我遮蔽，沾着湿润的露珠雨滴。如果你愿意，可将我记住；如果你愿意，可将我忘记。啊，你醒了，嘉兰哥哥。我睡了多久？已经3天了。这么久？很苦吧？要不要吃糖？大人怎么能和小孩子一样怕苦呢？他还在。你先出去啊！我有话和你嘉兰哥哥说。哦。项链已经修好了，现在就戴在你的身上，想必你已经感觉到了吧？尽管它能让你不那么痛苦，但它就像止痛剂，并不能抑制你身体的衰败，甚至到最后，它的作用会微乎其微。你要接受身体逐渐虚弱的事实，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算了，关于那个公寓，我看了旧档案，203号公寓曾经发生过凶杀案。什么？大概是100年的一起悬案。一个怀孕的女人被人刨开肚子，死在了阁楼。她的海员丈夫当时还在外面出海，听到这个噩耗就疯了，再也没回到过卢米埃斯。凶手带走了她的孩子，从此销声匿迹。203闹鬼的传闻从那时开始就没有断过。难道就是那天看到的黑影吗？顺便一提，那晚你晕过去之后，我正要离开。出来，远处有一个身影，散发着腐臭味，他好像想和我说什么。汉德。不过我当时没什么捕猎的心情。就这么走了？他是谁？怎么会认识汉德？哼，开玩笑的，他逃跑了，拖着一大一小2个累赘，我懒得去追。我直觉他和那个巴贝特女士有什么联系，所以又去了203公寓一趟，还是没人啊。汉德说巴贝特女士白天几乎都在家，但我过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人。也许是看到我来就匆忙逃走了，挂在后门的衣角碎布印证了这一点。这个味道是那晚遇到的女人身上发出的腐臭味，难道她就是巴贝特？她已经不是活人了。你是说她已经死了？一个幽灵怎么会领养孩子？灵魂会忘记自己是谁，得以安息，但如果有了执念，就不一样了。203公寓的主人也许从没有变过，巴贝特·琼斯。一屋子小鬼，也许都是屋主杀的呢。幽灵附在别的物体上袭击人类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失去孩子的母亲不太可能这么做，她还领养了汉德，要是想杀掉，早就动手了。而且这样没法解释受害的孩子眼睛被挖去这件事。受害的孩子都是蓝绿色的眼睛，而琼斯夫妇都不是。相同颜色的眼珠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仪式。阿内修斯大人，已经是12对了，就只差1对孩子的眼睛，可惜被不识趣的人打断了。你被发现了？没有，为了防止别的势力注意阿斯莫德大人，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端，我们特意挑选了有替罪羊的地方。诺拉是最低级的怪物，不会让人注意到它的属性的。等仪式开始，日食之剑就会为我们指路，我们马上就要找到他了。当年我们的死对头诺伊斯，他的孩子被阿斯莫德大人寄生的人类。还是要多穿衣服啊，嘉兰哥哥。快尝尝汤，是我煮的呢，面包也是我烤的。汉德好厉害。这太好喝了。嘿嘿，你怎么做的？这很简单啊。比你嘉兰哥哥做的饭好多了，我还以为
他的味觉和一般人不同呢？哈哈哈哈，这是巴贝特女士教我做的呢。是不是想他了？汉德，可以和我谈谈他吗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第一次见到巴贝特女士是在我送信的途中。那天泽诺比亚下了很大的雪，风很大，我又冷又饿。巴贝特女士对我伸出了手。我可怜的孩子。她的声音很沙哑，我却觉得很温暖。她带我回到了她的住所，给我取暖，给了我热水和面包。我们只相处了几周。巴贝特女士有时候的确有些奇怪，她不许到阁楼上去，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脸，她也许真的不太寻常。别人都说她很可怕，是个怪人，我却觉得她是个温柔又神秘的女士。她很好，离开这么久，巴贝特女士一定会担心的。我明天送完信就要回去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闲着。食物是带有记忆的。我的小加兰，饿了吗？一直趴在这里看。稍等等，黄油融化后就可以放鸡蛋液了，加了牛奶和芝士，很香是不是？是我再也找不回的味道。吃吧。要来不及了，我要去送报纸了。要在天黑之前回家。谢谢你们这几天的照顾。加兰哥哥，黑泽尔叔叔。这小鬼。笑什么？看起来更像是因为某人的早餐逃跑的呢。不过折腾一晚上，你总算愿意放这小鬼回家住了。汉德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我不放心。我可没有要阻止你，同路而已。听汉德说，那个巴贝特女士一整天在闲话，十有八九又不在家。如果不在，就在她家里等着。又不是去观光地，还把宠物带上。放心吧，半夜没人会发现的。盖布里埃尔也需要户外活动啊。一唱一和的。哎，等等，毕竟是位女士，要不还是在门口？看到我们在门口，她还敢回去吗？干坐着太无聊了，我还是去阁楼吧。喂，这次是来和他谈话的，别再翻了。不会这么巧的。还真是巧。他应该不会欢迎从他家衣柜里走出来的人。好奇，手要被触放了。这么小的空间，就算是戴着项链，也可以闻到一点。不要再乱。还是出去和他说吧。先观察一下，万一跑了呢？不过……什么？盖布里埃尔还在外面。啊！